中国是世界产茶大国，为何还花费2亿多从印度进口茶叶？难道印度的茶叶比中国的更好喝吗？中国的茶文化起源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神农时代，随着历史的发展，对茶叶的认识越来越深刻，也逐渐形成一种传承和栽培文化。据相关数据统计，当前我国已注册的茶叶企业就有7万多家，每年种植、生产和消费茶叶数量更是居世界第一。明明中国茶在世界范围都备受推崇，可根据数据显示，中国每年还要从只有200多年种茶历史的印度进口茶叶。而在2019年，我国向印度进口的茶叶花费就高达了2亿元。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中国和印度的茶文化特点和茶叶产业现状。相对于茶文化悠久的中国，印度本身是不喝茶的，他们的茶叶是英国在殖民时期发展起来的。清朝末期时局动荡，一位英国间谍到福建省的武陵茶庄，花巨资购买了2万多棵茶树幼苗，而且还偷偷学习了这里的制茶技术，最后将茶树幼苗带到了印度。东印度的茶商自那以后疯狂种植，并用机器代替人工，打造了一个更大规模的茶叶产业链。从此以后，印度成为了世界茶叶制造业的主要国家之一，其多样化的茶叶种植技术和独特的茶文化备受国外顾客欢迎。中国和印度的茶叶品种各不相同，中国茶叶主要有绿茶、红茶、黄茶、白茶、乌龙茶、黑茶等多个品种，而印度茶叶主要有红茶、绿茶、白茶等品种。中国的茶叶出口主要集中在绿茶和乌龙茶，而印度的茶叶主要出口到欧美等地，品种以黑茶为主。可尽管如此，中国茶叶的品种还是很丰富的，为何还要从印度进口呢？中国茶叶产量世界第一，中国为何要多花2个亿从印度进口茶叶？虽然中国茶叶种类繁多，但是不同茶叶生产成本也各不相同。与中国生产的各种茶叶不同，印度的主要产出的红茶周期较短，再加上机械化生产的优势，使得印度红茶的价格更受欢迎。其次就是品牌效应的影响，印度茶叶凭借其科学的指标和国际市场化，在国际上拥有较高的声誉，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品牌效应。世界茶叶知名品牌如立顿、泰特利、塔塔等都是印度茶叶品牌，拥有强品牌效应的产品更有利于在强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，赢得消费者的青睐。中国茶商自然也懂得其中的利害关系。最后呢，就是关于中国茶叶市场的问题。近年来，随着需求的不断增加，我国的茶叶行业却存在着一定的问题，如传统茶叶面临着升级换代的挑战，诸如茶园老化、种植技术改良等等，间接导致了一些茶叶品种供应不稳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为了能够填补市场空缺，中国茶商也只能从印度进口茶叶来弥补市场的短缺。